这颗从1985年之前的 W123的280 T1上面拆下来的6缸分油盘的检修前之前的测试。那这部水蓝色的车是台北市的车，那很难得台湾有这个正牌可过户的280 T1听说数量应该在个位数以内那大哥碰到好多部的 T1 123的 T1 W123的 T1，那有些是用其他的方式让它能够过牌，能够挂牌过户。那无论如何 ，W123的 T1是非常经典而且少有的这部车在1985年之前它的分油盘属于第一代的K 系统的 injection，它没有插压阀，没有电子的怠速控制很难得，它应该有将近快40岁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经过40多年之后呢，那这个分油盘它的被油箱的堵塞状况。OK， 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234942。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如果以这颗6缸的分油盘，它的出油量1分钟应该要在170到180之间。那经过40年的使用，油箱是个污染源，就像楼上的水塔，经过40年的水塔不清的话，里面一定很多的脏东西我们油箱就像我们的水塔，它是个污染源。里面的40年下来的汽油残留下来的胶质、加油站的沙子，还有油箱的铁锈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因为我们这是机械式的分油盘，供油系统还是由分油盘，然后产生高压给喷油嘴做测试、做喷射所以它是可修可调。OK， 好，时间到。大哥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经过这40年下来的污染，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分油盘污染。那分油盘本身没有坏，它不是消耗件，它只是堵塞经过这次堵塞，如果我们在整修把它的脏东西清出来，喷油嘴换新的话，那理论上它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了。OK， 我们来看一下它出油状况。看起来出油相当平均从画面上从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第4缸都是几乎都110，第5缸108，第6缸107。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到180之间。那它这个现象应该是带油道堵塞了，一进去就堵塞了，使得它的供油量平均的减少。那这部车子如果说照正常的话，可能启动上面不会有问题冷车、热车可能就会因为供油不足，分油盘热了以后。热气锁使得它供油不足，产生比较难发动。怠速看起来应该会是稳定的无论如何，我们来整修，使得它的供油量能够达到标准。因为供油量过细的话，引擎容易产生高温。那产生高温的话，对引擎是不好的现象。如果长期下来，引擎容易受伤，可能会吃机油，或者是说压缩不良，因为高温受损。OK， 我们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流量测试。
经过大哥整修调整过之后呢，这颗 W123的280Ti 的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整修调整啊。那我们来看它的冷车，就是大哥这里目前还没有供电，也就是在冷车状态，它还没有开始加热。因为引擎一发动，它就开始加热，那压力就会改变。那在冷车的时候，它的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插头在这里。好，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它的压力大概在 1.6 左右。那热车也就是说引擎发动，它开始供电。供电之后呢，大概3分钟左右，它压力就会上升到 3.4 公斤左右。那藉由这个压力差来产生冷车加浓、供油加浓的这个功能。我们来看一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这颗加热阀大哥已经充分加热，也就是说引擎已经在持续运转当中它的压力，它的加热阀的压力，热车大概在 3.4 左右，3.5是非常标准的加热阀的热车加热阀的压力。这颗编号234932的宾士 W123的280T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非常平均，大概都落在110左右。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80、170。然后它每一缸都少了大概60 ml。这是带回到堵塞并没有产生每一缸的出油量不平均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因为供油量不足怠速大概还算稳定，但是冷车发动也应该没问题。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在热车如果热车我们马上熄火马上发动，它也应该不会有问题。那可能问题就发生在我今天热车。我停个10分钟，到 7 买个东西，我甚至吃一碗泡面，那出来经过15分钟，糟糕，发不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引擎在运转当中，分油盘是凉的，因为分油盘它本身有进油有出油，1分钟流回油箱的量应该在2.5公升左右，所以它分油盘本身是凉的。引擎盖里面的温度可能80、90，但是分油盘其实只有40、50度而已，因为汽油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冷却它。那你今天如果我们70、80度的温度引擎温度我们熄火，如果等个15分钟，那分油盘本来在40、50度，它会达到跟引擎温度一样的温度，那可能就是70、80度。这个时候呢，问题来了，因为我供油量不足，那使得我汽油没有办法吃进去，因为热气所会把油往外推。如果供油量足够的话，它一样会吃到分油盘里面去，那结果还是一点就着。那如果像这颗引擎的这颗分油盘的现象，它每一缸都少了60 ml， 那因为它会在正常运作，它是稀薄燃烧，但是呢，而且呢，因为供油量不足，所以它在热车熄火以后，它发不起来，可能要等个30分钟，引擎盖打开，让温度降下来，我们才能够发动。如果说引擎热车的时候，我们熄火马上发动，OK， 为什么？因为分油盘还是凉的当时还是凉的。OK，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看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流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180之间。
经过40年啊，W123车子几乎都40岁了，经过40年的被油箱的污染啊，那使得我们的供油量啊，可能会有每一缸出油不平均啊，小油道堵塞啊，或是总体的供油量降低，那是大油道堵塞，那都会造成我们的供油不正确啊。喷油盘本身是没有坏，因为它也不会损耗，它是不是活动件经过这次整修之后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再跑个20年，不要堵塞啊，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跟它陪伴它度过它的下半生。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那第一缸180，第二缸185，第三缸185，第四缸180，第五缸180，第六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一定要在15%以内。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成绩相当优秀，应该在5%到3%之内。那终于我们这个喷油盘大哥整修好以后整个供油量就正确了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6缸喷油盘，编号234932的 W23的280T1的6缸喷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个喷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是不是平均，是不是稳定。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234932 W123的280T1的6缸喷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90，第二缸185，第三缸185，第四缸185，第五缸187，第八缸18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是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因为经过40年的使用之后呢，我们喷油盘被油箱污染了就像我们的水塔40年不清理，那当然里面很多脏的东西这个喷油盘并没有坏，只是大哥把它拆下来整修，然后调整使得它又会恢复健康老车不怕开，以 W123、W126、W124这个1990年代左右的这个老宾士，它造车的方向是坚固耐用，让你用不坏，安全舒适。那引擎一般来讲可以，如果不缺油不缺水，应该到5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我们经过整修过之后，这个喷油盘我们希望它再用个20年能够陪伴我们，让我们陪伴它度过愉快的下半生。老车不怕开，耗材零件以宾士这个123跟126都很通用耗材不贵，也不会缺件
如果老车不开，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次，偶尔跑下高速公路，把表面的积碳、引擎里面的积碳能够清除掉。油箱一定要尽量维持半桶油，不要吃到底，因为油箱生锈的油箱大部分都要下半部，会避免我们的分油盘、供油系统在污染，所以尽量不要吃到最下面，让灯亮这个油箱尽量维持半桶油是最好的。然后呢，汽油滤芯汽油泵旁边的汽油滤芯要跟机油滤芯同时更换。它也不贵希望我们的供油系统能够保持健康。大哥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